帅哥等红绿灯只因说了一句话， Want to see my lease? 结果下一秒，眨眼间几十个全副武装的黑衣人把他团团围住，子弹像暴雨一样噼里啪啦砸在车身上。好在福瑞这台座驾是魔改过的，防弹还能再顶一阵，但刚才那一下撞击把启动系统干废了，车身已经被打成了马蜂窝。对方见久攻不下，直接掏出破墙锤一样的撞击装置，上来就是3连击。 Window integrity 31%. Deploying countermeasures. Hold that order. Window integrity 19%. Offensive measures advised. Wait! Window integrity 1%. Now! 这时车辆系统终于恢复了，福瑞立刻切到无人驾驶模式，杀出重围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福瑞能成功逃脱的时候，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一个戴着面罩、左臂闪着冷光的男人慢慢走了出来。冬日战士登场了，福瑞一眼就判断出眼前这哥们儿自己绝对打不过。他掏出一件高科技装备应急，等冬兵上前查看，发现福瑞已经钻地跑路了。晚上美队回到家，女邻居却告诉他：“你家音响没关。”他立刻察觉到不对，悄悄从窗户翻进屋去，正准备动手，发现是跑来避难的局长。局长在手机上告诉他这里被监听了，神盾局里有内鬼。话还没说完，一颗子弹就击穿墙壁飞来，冬兵的精准狙击当场把福瑞放倒。福瑞知道自己今晚可能要交代在这儿了，缓缓张开手，把一个 U 盘塞进美队手里。他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别信任何人。”这时隔壁的小女孩冲了进来，原来她就是福瑞安插在美队身边负责盯梢的特工。美队眼看枪手要溜，抄起盾牌直接撞穿大楼追了过去。他靠着盾牌一路横冲直撞。很快追上了逃跑的枪手，美队一顿甩过去，这招可从没失手过，结果被对方单手接住，反手甩了回来。美队硬接下来，被一股力量震退好几步。等他稳住身子再追上去，人已经没了。福瑞被紧急送往医院，但因伤势太重，抢救无效，最终还是宣告了死亡。看到昔日枭雄静静躺在停尸台上，美队心里翻江倒海。因为福瑞是在他家里遇刺，美队自然甩不掉嫌疑。被带去审问前，他把福瑞交给他的 U 盘塞进了自动售卖机后面。安理会成员皮尔斯随后见到美队，话里有话地问福瑞临终前有没有交出什么东西。美队的回答显然没让他满意，接着美队就走了。他走进下行的电梯里，随着电梯缓缓降落，气氛一点点凝固起来。先是2、3个特工走进来，然后是越来越多的人挤进这个狭小空间。有人额头冒汗，有人下意识摸向腰间，还有人拎着奇怪的公文包。接着又进来了一批壮汉，一切都指向同一个信号，一场大战一触即发。 Before we get started, does anyone want to get out? Mobilize strike units 25th floor. Yeah. 等他把一电梯人全放倒，门一开，外面又堵了一波追兵。美队二话不说砍断钢缆，电梯开始急速下坠，最后硬停在33楼。他看了眼紧追不舍的士兵，反手关上电梯门，名场面正式开启。紧接着，美队跨上摩托车，油门拧死，冲破封锁线，战机从天而降，子弹跟下雨似的往下砸。最要命的关头，他直接一顿砸烂战机引擎，然后飞扑过去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燃到让人想站起来鼓掌。
但从这一刻起，他正式成了神盾局头号通缉犯。神盾局内部开始有人质疑为什么抓美队，皮尔斯的解释是美队隐瞒了福瑞死亡的真正原因，所以他成了逃犯。借着这个由头，皮尔斯顺手把洞察计划重新启动了。不久后，美队赶到医院，想取回藏在自动售卖机里的 U 盘，结果 U 盘不见了。好在拿走的是寡姐，寡姐告诉他，干掉福瑞的是一个代号叫冬日战士的神秘人。说完，他掀开衣服，露出侧腹一道狙击枪留下的旧伤疤。他语气平淡，说那是多年前一次任务，当时冬兵的子弹穿过他的身体，命中了目标。这一句话揭开了黑寡妇的血色过往，也把他和冬兵之间的孽缘悄悄埋下了伏笔。两人决定联手破解 U 盘，跑到附近手机店一插，发现这东西一激活就会立刻暴露位置，只给9分钟时间查看。虽然没完全破解 U 盘，但成功溯源到了信息来源地。结果那地方正是美队当年新兵训练的老巢。这时九头蛇的人已经追到商场，两人假扮情侣从特工眼皮子底下溜了过去。来到训练营，美队恍惚看到当年那个瘦成细狗一样的自己在仰望他，仔细扫了一圈，一栋他从没见过的建筑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进去之后才发现，这里居然是神盾局的初创之地。墙上钢铁侠爸爸霍华德·斯塔克和卡特的大幅照片还挂着，货架后面藏着一部隐藏电梯，顺着电梯下到深处，将迎来全片最震撼的真相。房间里堆满了上个世纪的老古董设备，桌上却格格不入地摆着崭新的 U 盘转接口。插上 U 盘，那台老旧电脑屏幕上浮现出一张人脸，正是美队伊里九头蛇首领红骷髅的手下佐拉博士。当年2战盟军胜利后，军方通过回形针计划吸收了大量德国科学家，佐拉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之前靠着聪明的脑袋在九头蛇里混得风生水起，后来被美队小队抓获。佐拉肉身死亡后，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了这台机器里，还结合电脑程序捣鼓出一套佐拉算法，而这正是洞察计划的核心大脑。两人恍然大悟，洞察计划的底层系统绝对被动了手脚。但佐拉冷冷地告诉他们，现在醒悟已经晚了，一枚导弹已经锁定这里，几秒后落地。刚才那些话不过是在给爆炸倒计时凑数。美队一把撬开下水道井盖，靠着盾牌硬扛冲击波。两人从废墟里捡回一条命，如今这对搭档都已经被全国通缉，美队只好躲进铁哥们猎鹰的家里。他俩现在断定了，皮尔斯跟九头蛇暗地里有一腿。猎鹰了解完所有情况，也决定入伙，一起搅黄九头蛇的如意算盘。三人先是绑架了九头蛇的技术顾问光头强，逼他说出洞察计划的阴谋。光头强一开始嘴挺硬，但寡姐可没耐心惯着他。整完一套连招后，光头强直接吓尿，老老实实全交代了。原来他们用佐拉算法为洞察计划筛选清除目标，算法根据每个人的行为习惯推算出未来可能威胁到九头蛇的人。名单里有还在读高中的小蜘蛛，还没当上法师的奇异博士，还有班纳博士。只要数据判定你有威胁，洞察计划的母舰就送你上路，一波清扫就是几百万人头落地。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三人押着光头强飞车直奔神盾局。洞察计划只剩16个小时就要启动，就在这时，那个神秘人又杀了出来。